歡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榮。兩岸大事國際焦點，深度剖析，打開視野。透過 YouTube 收看朋友，請您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動動手，開啟小鈴鐺。也歡迎您告訴我們在哪個城市打卡收看。當然，歡迎大家多多的跟我們互動一下，留言來批評指教。當然，也別忘了幫我們熱推一下。好，來歡迎今天3位來賓。首先是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的副教授黃杰正老師。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另外是知識力科技的執行長曲博。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好，還有美國共和黨前亞太區主席方恩格 Ross。大家好。好，觀眾朋友，我們都知道呢，其實這1-2個禮拜，其實中美俄3國的元首他們的見面呢，引發了全球的關注。這個川普呢前腳剛走普丁接着訪中。那麼中美俄3大國之間各有布局戰略。而在川習會後呢，美國這個140億美元的軍售現在宣布暫停。那這次呢，跟着川普訪中的黃仁勳呢，最後還是沒有能夠讓 H200順利登陸。中美之間的競爭架構不變，科技還是重點，所以今天特別請來曲博。那台灣呢，則成為中美 G2 角力的籌碼。最近1個禮拜呢，我們看到川普2度公開點名台灣，他說台灣偷走了美國的晶片產業。第一次呢，是在他接受福斯新聞專訪的時候；第二次是在這個禮拜。他出席美國海岸防衛隊學院畢業典禮的演說，他又說這個台灣偷走了美國的晶片跟半導體產業。我們還原他的談話他說呢，如果當年美國對外國半導體課徵高額關稅，美國就不會失去晶片、半導體還有汽車等核心產業。先快問 Ross， 這問題明明是出在美國，為什麼川普要用 steal 用偷？他有什麼資格這樣講？已經講很多次了，對不對？所以他在這個時候，2026年從中國大陸回來美國，繼續用這句話，這就是他的習慣。他看，所以我說他有什麼資格呢？明明問題是美國造成的，不是嗎？他是美國總統，他想說什麼他就可以說什麼。他是美國總統，所以你問他有什麼資格嗎？所以我接下來就要問的是說，因為這個川普他又強調。我們剛剛還原他的談話，他說呢，你不能一邊說好吧，你可以偷走我們的產業，然後呢又以為能夠把這些晶片賣回到美國，還不用繳任何稅。所以呢，這個話一出當然這個大家都引發說，會不會針對半導體，特別是高科技要課徵關稅？那麼美國貿易代表 Greer 就對此只證實說，川普政府正在持續的評估對進口半導體要課徵關稅。那強行的推動還是那一句，就是晶片製造業要回流美國。但是也強調，近期內還沒有立刻實施新關稅的計劃。另外呢，跟台灣有關的就是對台軍售140億美元的後續要怎麼處理。川普表示，他將會和台灣領導人進行通話。那他說呢，我會通話，而且還會跟 everybody， 跟所有人通話會着手處理那個問題，也就是台灣問題。我最近看到這2天。這個海軍代理部長叫高雄翻譯成高雄，他最新表示說，美國考量伊朗的局勢，對台軍售將會先暫停。這個台灣問題，如果我們看原文的話是 Taiwan problem， 所以黃老師，我先請教您因為5月14號川習會才剛結束，短短9天，針對特別是台灣軍售的問題，當然他也提到了。晶片的問題，所以又是晶片又是軍售，究竟在科技跟軍事這2方面，您覺得川普或是美國現在的態度跟背後的考量？今天我這個非常高興能夠受到邀請因為製作單位就是剛剛主持人問我這一題就等於剛好幫我出了期末考的考題所以如果學生有收看的話。應該會知道我在想什麼。對，等一下還在問一個問題。為什麼？因為通常我們把凱撒歸凱撒，上帝也歸上帝。我們把晶片跟美國之間的問題還有美國對台軍售是切開來看的，一碼歸一碼。可是這個題目把2個揉在一起，有它的邏輯上面的道理。怎麼說？因為它都是一個包裹裡面的談判籌碼。過去軍售不是談判的籌碼。現在有可能變成是美中之間的籌碼，或者是就是美台之間到底晶片我們要讓多少，我們對美國投資有多少？如果把軍售加進來看的話，那它就變成都是籌碼。那這個東西解讀上面就要特別謹慎。第二一個就是因為其實我們如果從台灣的視角來看，我們在立法院炒這個軍購炒了蠻久，可是因為美國
內部法院的判決，所以我們的行政院還沒有把我們這個關稅跟美國簽的關稅協議，還有對美投資的部分，都還沒有送立法院審議。那在這個當口，如果說有140億美元的這個可能有發價書，但不知道什麼時候會通知國會。這是第二批的，因為第二批的就110是去年底給了，140是現在還沒有決定。那兩個加起來是250億美元。但台灣已經通過了第二批，是台灣通過的條例。台灣已經通過250，但中間有140，現在變成一個籌碼。对，那個籌碼是跟北京下棋，也跟台北下棋。而且這個字詞啊，就是說用暫停啊，到底是短期暫停，還是中長期暫停，還是無限期暫停？這個是蠻有。無限期比較辛苦一點，因為這個第一個這個案子已經走到最後程序，到了白宮。第二個，在正式通知國會以前，會有一個跟國會做簡報的這個流程。對，這個流程也走了，所以當說完全沒有、完全取消的難度比較高啊，你等於是忽悠國會，但是往後延遲是有可能。您提到這個國會部分，因為現在白宮最新的聲明是表示在很短的時間內，他說短期就會很快的決定哈，到底是多快？因為講到這個期限，大概5個月吧，我知道是在5個月哈，大概會到7月的時候就必須要決定，但如果不決定的話，就必須再重來。所以老師怎麼看？我覺得，如果從談判的角度，如果把140億美元的這個第二批的包裹裡面的第二部分當做籌碼的話，太快啊，這個籌碼就消失太快。所以如果它真是一個籌碼的話，它會拖到最後必須要做決定的時候再做。畢竟它也是跟北京打牌中間的一個籌碼。好，有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啊，因為剛剛在一開始也提到了，我想問一下3位，你們怎麼看哈？就是川普說他會打給台灣的領導人哈，你覺得他真的會打這通電話嗎？會還是不會？圈或叉？來，請告訴我。不會，都不會。好 ，Ross， 如果你是川普，你也不會打給台灣的領導人，也就是賴清德總統，對吧？沒有必要。為什麼沒必要？其實我們到目前為止，我們都不知道川普對這個議題他的動機到底是什麼。他要台灣不要走向獨立方向嗎？對，要跟大陸多多交流嗎？還是他要台灣加強抗中保台的相關政策跟動作，其實我們都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麼。但是不管他要傳達給台灣什麼樣的訊息或任何一個 message， 美國跟台灣有很多不同的管道。OK， 比如說有美國在台協會，在台北的處長就是當同一個大使，或者如果有必要的話，川普也可以派各式各樣的人士，不管是國防部、國務院、白宮、什麼特赦，他都可以派人過來，所以真的是沒有必要通話。所以剛才就像是黃老師所說的，台灣變成了中美角力之間的一個籌碼哈。但在這個大國角力呢，當然台灣要怎麼樣去順應時勢啊？特別台灣在半導體的製造現在還有一定的優勢，不過產業問題呢，在關稅中啊，已經證明這是美國對外關係無法回避的議題。當然，半導體是重中之重。我們接下來就來看因為講到了科技半導體，超微的執行長，人稱蘇媽的蘇姿豐，這個禮拜到台灣。他重申呢，超微跟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牢不可破的合作關係，而且他強調呢，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持續緊繃的這個背景之下，超微高度仰賴也相當滿意現有的台灣供應鏈。他也說呢，台積電是一個非常棒的合作夥伴，並且持續的擴大產能。在我們看到整體需求上升的時候呢，台積電提供了很大的幫助。而相对來看呢 ，Intel 最近呢，則是針對他們內部晶片開發流程，祭出更嚴格的新制度。Intel 的執行長陳立武要求，所有的晶片設計必須在首次投片也就是 A0 版本這個階段，就要達到可量產的標準，而且對他們的工程團隊提出一個強硬的要求說這個晶片開發如果在 B0 版本，就是第一次修改的這個版本呢，如果在這之內還保得住工作，超過了第一次修改的版本，就必須被開除。
我想是這個工程師真的壓力很大。那台積電的前副總呢，現在是台積電文教基金會的董事啊，叫陳建邦。他曾經說，1991年在台積電的內部會議上呢，有問到啊，總經理問到說，公司的10大優先策略是什麼？要求每一個人提出方案。結果大家提了50-60個方案，結果卻圍繞在2個字啊，一個是 cost 成本，另外一個就是 service 服務。所以 Ross， 你怎麼看台灣半導體的供應鏈？現在蘇姿豐這次來到台灣，他再次強調說他支持台灣的半導體供應鏈，但是美方也有強烈的壓力哈，所以包括台積電在內，台廠整個供應鏈面對什麼樣的要求，特別要注意的政治干擾，你怎麼看？當然政治會繼續干擾。那從早拜登政府有推動這個 CHIPS Act 晶片法案，那美國很明顯不管是誰執政，共和黨、民主黨，那美國願意提供這麼大的補助或直接投資。特朗普的個式跟拜登的個式有點不一樣，但是結果是一樣的，那就是美國聯邦政府會大幅的支持這個行業，把這個 manufacturing 這個製程製造拿回到美國。那 Intel 它的動作往這個方向走，就是不管是擴大在美國國內的工廠等等的投資跟動作蠻大的。那我們都知道台積電也有，三星也有了，所以這個趨勢是很明顯，就有點像 iPhone 一樣，以前 iPhone 大部分都是在大陸製造的，那後來呢越來越多是移往到印度或別的地方。我相信半導體也是一樣。好，那今天不能取代台灣，這個是事實。但是過5年、10年甚至15年，的確是很多這個製程會在美國會在美國做。就是整個半導體的製造業，希望都能夠拉到美國去啊。許博今天在哈，有個問題就是，剛剛聽到陳立武他下令了，他說要提升良率，然后呢不惜開除哈，但是短期內追得上嗎？首先大家要記得哦，雖然台積電去美國設廠了，但是呢現在的產能還非常有限。這個距離川普總統的目標，也就是把美國需要的晶片的1半搬到美國去，那個相當是台積電總產能的1/3要搬到美國去。對，我個人認為那還需要很長的時間吶，恐怕5年以上是跑不掉的。換句話說，他現在是依賴台灣，還是很明顯。所以這個蘇姿豐的執行長，甚至其他包含像輝達的執行長，都還是會把台灣當作非常非常重要的合作夥伴。是，那個 Intel 呢？他甚至 Intel 他自己有晶圓廠，他都還把台灣當作重要的合作夥伴，所以這非常合理啊。那最近也傳出 AMD 要投資100億美金嘛，沒錯，這很正常，因為他現在還是依賴台灣。至於這個 Intel 比較有趣啦，他自己有晶圓廠，但是晶圓廠良率一直不能達標。那當然這個跟外商公司的工作環境有關，確實過去外商公司的生活環境壓力沒有台積電那麼大，所以確實讓他們沒有辦法在這麼短的時間把東西逼出來。那現在很顯然，他就是下這個令，就是希望能給大家壓力，而且這也是長期以來台積電的優勢哈。我繼續請教您哈，因為剛剛講到了 AMD， 現在要講的是輝達哈，因為其實這次黃仁勳他隨着川普訪中哦，當然最後他很希望的 H200進到中國大陸也無疾而終。好，那輝達這個禮拜公布他們的財報，表現真的非常的亮麗。上季的營收年比暴增了85%啊，達到816.2億美元，遠高於去年同期的440億左右。那輝達也重磅的宣布啊，要實施800億美元的庫藏股計劃，而且要提高股息。可是針對 H200進不到中國大陸呢，也打起了悲情牌啊。黃仁勳最近就說呢，他已經把中國大陸的 AI 晶片市場大致上拱手讓給了華為，因為美國的出口管制措施持續重挫全球 AI 半導體市場的版圖。現在 H200沒有辦法從正規的管道進到大陸，當然我們最近也看到有些新聞，就是透過東南亞啦，甚至包括台灣都是哈，這進到了這個中國大陸去哈。華為趁勢的壯大，因為 H200，因為輝達沒有辦法進到大陸裡面，但是輝達怎麼可能會放棄大陸市場呢？您接下來怎麼看啊？就是說，輝達接下來在中國大陸，因為畢竟 AI 晶片已經拱手讓給華為，但是還有機器人啊、電動車啊，怎麼看？基本上這一個事情也不是只有美國的出口禁令啦，事實上中國大陸自己的政府也不放行，所以要扶植本土產業，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不准國外的東西賣進來嘛，晶片自主，對，是晶片自主。對，
那這一次我覺得黃仁勳執行長這麼說的目的，大概也就是把實際的狀況說出來而已啦。但是禁令不包括你剛剛講的這一些機器人啊，或是終端裝置哦，因為這些終端裝置用的處理器本來就不在美國的禁令範圍。對。但是這些處理器坦白說也不是輝達的主力產品，也不是它獲利最大的來源，而且這一些晶片的運算力也沒有非常強大。換句話說，中國大陸自己就有廠商。華為自己的 AI 晶片目前發展的狀況，您的了解？華為就是昇騰系列嘛，那它主要因為圖形處理器做的沒有輝達強，所以他們的做法都是用所謂的人工智慧加速器去補強。所以我們會看到那個華為的晶片大概都是 ARM 的處理器加上一個簡單的 GPU 圖形處理器，对，但它的關鍵都在人工智慧加速器。那你以整個處理器的運算力來講，當然還是不如輝達，但是坦白說也沒有落後很多，是基本上加速器是可以彌補這個圖形處理器運算的不足。OK， 所以在後面呢，一直想辦法要追上哈。那等一下我要特別也要請教曲博的，就是現在在中國大陸的晶片自主之外呢，特別在半導體的製造是不是遇到了一個瓶頸？而這個瓶頸最重要的是光刻機。我們稍後回來。中美互動牽動全球，美中競爭，地緣爭霸，外交、軍事、科技、經濟，多元觀點，權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賽局。每週6日，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歡迎大家繼續回到寰宇全世界。我們繼續來看的焦點呢，是中國大陸他們在4月份出口額達到3594億美元，大約是2兆4475億人民幣，比去年同期成長了14.1%。那其中呢，當月晶片的出口額是310.85億美元哦，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長了100%。大陸的觀察者網形容這是史詩級的爆發，而另一方面呢，大陸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的報告指出，今年第一季呢，中國大陸家庭與個人債務的增速是負的0.4%啊，是從1995年第3季以來首次出現了負成長。即便呢最近看到中國大陸的房地產市场有出現小陽春的跡象，但房貸的問題啊仍然是呈現負成長的。所以黃老師，我們看到北京現在全力在打造一個強而有力的政策環境啊，當然也希望擺脫美國的卡脖子也好，小院高牆也好啊，似乎有了初步的成果。但如果從整體經濟的宏觀面來看的話，為什麼現在還是偏向比較薄弱？是出了什麼問題？資源排擠呢，還是其他的問題？您覺得？我覺得資源排擠啊，就是國家金融的實力啊。基本上還是一個關鍵，因為它的餅就是這麼大，它的來源就這麼多。那因為中國大陸在15規劃現在開始啟動了以後，更會強調新質生產力。對，那麼新質生產力它所需要的資本密集就會更強。另外一個就是產業鏈的聚落啊，基本上它能夠照顧到的勞動力並沒有那麼多。其實，在很多國家都有這樣的情況。就是少數的人，極少數的產業佔了國家很大的產值，而使得一般的這個勞動啊，這個或者是所謂 manufacturing 的這個工作的人，他的薪資結構都沒有辦法調整。那這種東西它不可能兩者兼得。對。那另外一個就是中國大陸的總體經濟，它有很大一部分要靠內需來拉抬。可是內需你現在又有房市的問題，又有地方債的問題，所以再加上青年勞動力，它的收入又很少，消費就會往下走。對。那不消費的話，它就會使整個內循環的動力不夠。可是呢，外貿外銷又一直在賺錢。那所以它產生了一種扭曲的現象。我們雖然這樣分析中國大陸面臨，其實台灣也是一樣啊，就是百分比極少的人，他的收入是佔了，或者是產值佔了台灣大部分收入。所以那中國大陸它在維穩的條件情況之下，就變成內需，還有內部穩定、就業率啊，還有青年這些就變成非常重要。所以如果它
這個不能夠擺平的話，很容易就造成了就會有動亂的因子，那就會對維穩不利。对。但是有一句話說，路是人走出來的哈。对於這個中國大陸來講的話，有一句話嘛，就是之前哪吒我們也討論到，我命由我不由天哈。所以現在新質生產力，還有包括呢晶片也必須要自主生產。好，那說到了科技部分呢，特別來看中方半導體設備大廠啊，就是中微半導體設備公司。他們的董事長兼創辦人叫尹志堯，他最近表示，中微的電漿蝕刻啊，這個技術呢，目前已經成為業界的標準，並且呢，被多家國際大型的競爭對手都採納。那至於誰是尹志堯口中的大型競爭對手呢？是艾斯摩爾嗎？因為最近聽到艾斯摩爾的執行長呢，他就警告說，緊縮曝光機，也就是光刻機銷售給中國大陸，反而加速了大陸自主研發替代的設備，所以他形容這對艾斯摩爾來講已經變成了一場生死存亡的問題。而另一方面呢，聽到中芯國際的創辦人張汝京呢，在專訪中最近表示，中芯國際呢至少已經向中微採購了800台的設備，另外也表示目前呢。這個中微呢表示說，這個蝕刻設備啊，可以涵蓋成熟製程65奈米，一直甚至到先進的5奈米到3奈米的節點，已經具備了生產全球最先進晶片製造設備的能力。這個尹志堯他是什麼人啊？就是他被稱為是大陸蝕刻機之父。他現在是82歲，曾經在科林研發還有應用材料任職過。60歲的時候放棄美國的100萬年薪，回到中國大陸去創業。我先請曲博幫我們科普一下哈，這個到底電漿蝕刻它的技術核心是什麼？半導體的製造就是需要把我們要加到晶圓上的東西，或者是要把某一部分晶圓給拿掉，我們就把它叫蝕刻啦。所以簡單的說，蝕刻就是把不要的部分給去除掉。OK， 那用什麼方法呢？目前主要是乾式蝕刻，就是用電漿。電漿是帶電的氣體離子，所以通常是用氦氖氩氪三氡，通常是氩氣哦，它帶電去撞擊矽晶圓，就可以把不要的東西撞掉，有點像撞球啦。把母球打過去撞球，子球就被撞出來。OK， 好，蝕刻機目前全世界最大的供應商3家哦，一家是科林研發。應用材料還有 TEL， 東京威力科創，那你剛剛提到那個尹志堯，他在科林研發跟應用材料都擔任過，所以代表他對於這種先進的蝕刻機非常熟悉。那我必須強調，這個蝕刻機這種設備呢，相對於光刻機是簡單多的東西啦。所以其實中國大陸自己發展出先進製程使用的蝕刻機，我認為這個不用太驚訝。光刻機會更先進的問題，對，光刻機是更困難，而且困難度是多很多。所以這中間並不是差一點，是差蠻多。對，所以簡單的講，除了光刻機以外的半導體設備，我認為中國大陸應該未來大概我覺得3到5年內吧。它的那個進步程度就會慢慢接近國外的廠商。就是我接下來想進一步請教你哈，就是說，因為現在在大陸這邊強調的是晶片制造自主，對但是現在瓶頸呢，就是說在晶片的提升，包括說往先進製程去邁進哈，這個慢慢的在挑戰，也在突破。可是瓶頸是不是剩下？剛才特別提到艾斯摩爾也講話了哈，如果這個大陸這個再不給，就是透過這樣的管制方式，讓艾斯摩爾的這個光刻機沒有辦法進去的話，那透過 DUV 也是照樣可以做到類似的這樣的一個成績。OK， 好，這是2件事情。光刻機是所有半導體製程一定要的設備。對。那至於蝕刻機，這個也是一定要的設備。但這2個並不是互相取代的關係。所以我剛剛的意思是說，先進製程，也就是10奈米以下的蝕刻機或者是其他的製程設備。我認為中國大陸在3到5年內應該就能夠追上國際的水準。換句話說，10奈米以下的這些設備，他們可以自己做。但是我覺得還是需要3到5年。他們現在雖然設備自己做，但是大部分應該都是成熟製程的設備為主。那光刻機又是另外一回事，因為光刻機現在的狀況是，這個大陸能做出來的大概是20幾奈米的光刻機而已，這個距離先進製程還有很大的落差。他們的7奈米的製程其實用的也是那個艾斯摩爾的光刻機。那至於7奈米以下的這個極紫外光，因為它的門檻實在太高，所以我認為這個設備對中國大陸來說要突破還需要更長的時間。OK， 但是這個東西因為現在是被管制的，那它拿不到這個東西，確實它的製程就會被卡在7奈米，
很難再突破。對，這個艾斯摩爾其實也蠻苦惱的，因為呢，這他們很想賣，但是因為被管制住。他很想賣，因為大陸是非常非常大的市場，但是因為管制，所以沒辦法。但問題來了，如果你今天不賣，那中國真的就自己做。所以中國真的做得起来？这個一定做得起來，是成本的問題哈。那個產生極紫外光的方法有好幾種，那中國大陸其實有測試過其他的方法。OK， 那總之要做到7奈米以下，那個門檻是真的很高了。只是時間問題。我認為是時間的問題。那個時間我通常是我2年前是說10年哈。所以呢，其實還要那現在呢？長時間，現在大概 maybe 就8年吧。Okay. 那大陸網友跟我嗆聲說，他們今年就能做出來，但是很明顯，今年已經6月了哈，沒有這種東西啦。OK， 真的不容易。好，那我繼續請教你哈。另外也看到 Google 他們最近是宣布啊，跟黑石集團就是 Blackstone 他們結盟。雙方呢要合資成立一家全新的 TPU 啊，就是雲端服務公司。那由黑石集团初期投入50億美元的股權資金。這家新公司呢將會以算力及服務，就是 Compute as a Service 的模式，對外提供 Google 自己研發的 TPU， 也就是張量處理單元哦。第一批呢，這個500 megawatt。這個500萬瓦哈，就是算力規模的資料中心，在2027年預計就會正式上線。那這不只是 Google 到目前為止最大規模的自研晶片對外商業化的活動，也象徵着 Google 將會在 AI 硬體市場跟 NVIDIA 就是輝達展開更直接、更猛烈的正面交鋒啊。現在 NVIDIA 有了 Google 變成對手了哈，你怎麼看他們的後市？其實這個我覺得這個市場是夠大，有幾家大的公司在競爭，我覺得這是好事情啊！不要把全部的這個優勢或市場的位置給一家公司，這樣真的是對整個科技這個行業發展也不利嘛？那當然是不利，有對美國經濟或國家安全等等都是不利的，所以有多幾家公司在競爭是好事情。但是另外，不管是 Google 或NVIDIA， 他們其實也有其他的業務線，所以他們不是，雖然他們在這塊會有競爭了，但是也有依賴其他的收入來源來賺錢，不只是在這部分而已。所以萬一 Google 失敗了，敗給 NVIDIA，Google 還會繼續發展跟成功了。所以其實就像是我們最近常常熱門談到這個生成式 AI 啊，除了 OpenAI 以外呢，包括像是 Google 也是嘛，還有像是 Anthropic 也是哈。有競爭，這其實受益的通常都是使用者。其實我覺得目前在 AI 方面，其實我覺得最大的問題不是誰能提供晶片或有這些資料中心夠不夠，問題還是最終的 customers 夠不夠了。不管是企業戶或我們個人客戶，我們到底會想花多少錢幫約跟這些服務提供者的，這是最大的問題。OK，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來呢，要特別來看的是剛剛提到川普前腳剛走，普丁馬上就到，這個中美俄的關係怎麼看？馬上回來。中美互動牽動全球，美中競爭，地緣爭霸，外交、軍事、科技、經濟，多元觀點，權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賽局。每週6日，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